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辈，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愿其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净土教言里面，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欲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个因相当重要。本来前面已经介绍了，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足4种条件，就这4种条件呢，我想，平时我们自己修净土宗的时候呢，也应该值得关心，值得注意，自己到底具不具足这4种条件？如果没有具足的话呢，可能很难往生的。比如说一个人呢，对阿弥陀佛，经常观想，然后呢，也经常发愿，也经常还特别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不具足菩提心，他的这种心呢，完全都是自私自利，自己呢，想到哪里去享受一些快乐，这样想的话，这种人能不能往生呢？我想是很多研究净土宗的一些法师们呢，对这些问题应该值得关心，值得研究。因为现在对这个净宗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高深大德、一些知识分子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其他的一些理论上的话呢，有时候研究也可以，但是最关键的有些问题上，比如说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具足哪些条件？这是我们根据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这些经典作为自己的依据来进行探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看我们这个往生的话呢，不管是别人也好，自己也好，凡是学净土宗的人呢，要往生极乐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助缘，有什么样的位缘，这方面呢，我觉得应该大家值得关心。今天继续讲下去，如是功德全部是三世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和智慧力换变的，因为极乐世界呢，有这个我们凡夫人是无法言说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的来源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一方面呢，这个具有3根的众生的三愿清净力就是三愿清净力就是导致的。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发了这样的愿。我们这个48愿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外世界和七世界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发愿的状况呢，在因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这个去的。比如说《大智度论》当中呢，也是有的，就是当时那个阿弥陀佛变成那个法藏比丘的时候。在那个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呢，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呢，他发愿就是所有的这些刹土当中呢，他亲自一个就非常亲近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极乐世界庄严刹土经里面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呢，就是他手持我们去年前年学的这个百年传就是百年传当中呢，就宣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发什么样的愿。阿弥陀佛呢，就是当时发什么样的愿呢？尤其是在这个《法华经》就是《法华经》里面呢，当时一个国王呢有16个王子，16个王子其中呢，就是阿弥陀佛呢应该是第9位王子吧，释迦牟尼佛是第16位王子，就是当时呢他们这个各自不同的书持自己的清净刹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选择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宇宙这个遍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让阿弥陀佛呢也选择的非常清净善妙的这样的刹土。还有《悲华经》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就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呢，当时编成那个宝焰这个尊者吧，就是然后当时阿弥陀佛呢，就是编成是无增年这个无增年尊者，就是当时呢，就是也在这个发愿，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好像当时宝藏如来面前发愿的吧，所以我们
各个经典里面呢，都可以看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在500大愿当中呢，说是什么样的插图，而且这个发愿完全已经实现了。实现过后呢，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非常有缘的就去年师尊光传当中也讲了我想我们很多道友特别重要的有些话呢，应该值得提醒就值得提醒。你所有的这个千经万论全部要学通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每一次学一部论点的时候呢，里面肯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的人也是，比如说一个领导开会的时候呢，下面的人听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上面，那就是他就开始搭一些线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师尊光传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再加上呢，阿弥陀佛呢也实际上是师尊光传或者是师尊的这个佛经当中就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再三的赞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和学者的话呢，对释迦牟尼佛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因缘还有一个呢，我们对这个阿弥陀佛呢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因缘，就是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一定要这个祈祷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时时刻刻的是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亲近插图呢，应该有这个信心。有了信心以后呢，自己要对这里呢有这个往生的意乐。有了往生的意了以后呢，就是自己会祈祷就是自己经常会祈祷会念佛观想这样以后呢，我们所做的一些3个回向于往生极乐世界，自己具足这种条件的时候，必然是我们是一个凡夫这个具有一切烦恼的众生，但是我们依靠这样的身体呢，也可以直接往生。这个问题呢，我想记得应该下文当中有光说的。所以他这里呢，说这个功德全部呢，就是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力，还有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种智慧的幻变力。比如说我们就是得了一地菩萨以后呢，就是超越一切世界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然后呢，这个得了七地菩萨以上，就是3清净地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无亲作的一些这个力量就是无亲作的一些力量。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佛地的时候呢，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所以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力量就是所导致的。那么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所形成的这个插图呢，就是我们凡夫人是无法这个想象的就无法想象的。比如说从来没有学过任何科技知识的一个幼儿园呢，他会不会知道是这个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各种操作就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也没有学过，而且这方面呢一无所知。然后他会不会知道这些呢？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凡夫人呢，很多都是，我昨天也不是讲了吧？就我们现在凡夫人的智慧的范围是非常渺小就是这个是非常渺小，就像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针的那个针眼一样的。那么佛陀的这种智慧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广大无边，无边无际。就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佛陀的有些智慧境界不可思议呢，一定要有信心，就是这个相当重要。如果信心没有的话呢，那完全都成了实践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了。下面无故这无生故无死故生宗词经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佛经里面这样讲：具行善男或善女，谁有心行行神节恭敬信，将往生净对，就是将往生净土。他这里说这个具有心行的善男善女呢，只要有信心，就是我们对不管是怎么说清净信心也好，一乐信心也好，不推转信心也好，凡是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信心，还有呢有圣洁心。圣洁心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愿意到哪里去，有兴趣。或者有特别喜欢去哪里，就是我们平时也可以这样讲。还有恭敬心，光是我就是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呢我也想去，但是我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什么都没有一点恭敬心的话呢，那这个佛法的力量和加持呢也不一定得得到的。所以呢，具有这种心的话，这种人呢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还有在净土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诸中称产者，今者同圣也。彼等数劫中，虽说极乐赞，而彼赞颂是总经具之戒，不仅极乐赞呢，也不尽鞭策。
他这里呢，比如说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呢，变成佛陀，并且呢，这些佛陀都具足清净的智慧，完全通达一切世俗谛和圣义谛的意义。然后呢，他们在成千上万的这个戒里面啊，成千上万的戒当中呢，虽然已经圆满的瞻仰了极乐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功德，那么这样赞颂功德的时候，这个赞颂的时间就是多生累劫，也就是说是千百万劫呢，就是一一的全部都过去了，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个赞叹极乐世界的功德呢，就是还没有这个说完，就是还说不完的。然后这些诸佛们呢，就赞叹极乐世界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辩才呢，也是这个用不尽的。比如说我们实践的一个人的话呢，你到一个某某地方去，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的功德你说的话，可能是说半天、说2天、说这个几天以后的话呢，所说的内容呢也已经用完了，就是讲完了。然后呢，这个能说的这个语言呢，已经到这个净土了，就没办法了就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放生，我就最多可能是5分钟就已经讲完了上海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的语言就这么已经讲完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极乐世界的这个妙言功德的话呢，就是一切佛陀呢，就是以各种这个身辩力来宣说的话呢，也是这个说不完的，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何人称数劫？分为成，细为成。教彼多世界，满宝做布施，就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个像微尘那么多的无数的世界呢，再细成有微尘那么多的这个最细微的一些细尘，那么比这个更多的世界当中全部都充满珍宝就金银财宝，然后呢上供下施。当然，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何人一听闻阿弥陀佛名，极乐生功德欢喜2合掌，此佛身前佛。那么其他一个人的话呢，他就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又同时听到了、知道了这个极乐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功德。那么这个人心里面就是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升起极大的欢喜心，然后呢，他就顺便就是合掌。就是顺便合掌。昨天的不是我们讲了一些极乐世界的功德，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确实是这个好像跟以前有点不同，就是心里面呢，就是以前始终是觉得是这个念佛法门的话呢，好像是一些老太太、老公公他们的一种这个课程而已，就是对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对我们学密宗的人来讲是好像无关紧要的事情，绝对是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关系，就是很多人可能这样这个认为的。然后我们依靠这个上师如意宝和门峰仁波切的这个教研以后的话呢，绝对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这个净土法门是非常这个殊胜呢，有这样。然后你的相续当中升起这样的境界以后呢，就平时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好，平时我们到汉地的一些寺院里面呢，经常就是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这个以各种各样的音呢，就是念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些蔑视的这个眼光。这些人真的功德非常大。你看，听到一个佛号的功德也是那么大的话，那早上晚上一直这样念诵，那这个功德是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升起信心，然后这样合个掌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远远的超过什么呢？就是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遍满各种珍宝来上供下施的这功德。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世界遍满这个珍宝，不要说是我们这个经堂里面呢，就是各种这个金子什么那个银子以这个来供养这个或者布施的力量也是没有的。如果我们今天稍微做一点供养的话，那就是绝对是功德特别大但是我们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比如说念佛机或者是我们平时这个道友们就是辅导的时候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耳边听到的时候，这个都可能没有什么的，就是顺顺便便就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佛陀的经典呢，好像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再加上呢我们自己呢确实是这方面的这个了解很少的这个原因。如果真正是有这个信心的话呢，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德，这就是佛陀的金刚语就是无虚的这种真实语就无虚的真实语。所以
平时呢，我们那个就看到一些怎么说啊，就是在外面这个念佛的就还有呢就是一些那个对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些大的法师们也好然后呢就是一些这个居士们呢，就是对他们呢应该有这个恭敬心。我们不应该是自己学的，好像我现在是每天的是念什么什么咒语啊，就是看到我这个修无上大圆满的修无上这个大树印的，我是观透嘎的，我只看虚空当中。我不管这些，平时我们有时候呢，我觉得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有些这个回到这个寺院里面以后的话呢，我以前看见这样的，有些以前到了藏地去学密宗的有些道友，他回到他自己的寺院以后的话呢，早上那个上堂啊，就然后这个晚上念诵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去了，我是学密宗的人，我就看我的这个大圆满现行，然后我就念一个我的这个心咒，这个念佛法门有什么的，然后给什么一些道友啊，就是在里面这个同参道友这个就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你们这个念佛法门不好，我如何其实这样是确实不好的。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做人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些做人的基本的一些标准。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也好，就是你的这个走路也好，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表面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你走路，我的有时候这样的，有时候也许可能我的这种思维有毛病，但有时候呢，我顺便外面就是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呢，看这个人修行怎么样，就是从他的步伐当中呢，就是看出来这个人的闻思修行一样真的这样的。我有时候到卖菜的地方去啊，就是旁边就是顺便就看着这个人，但有些人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有各种各样一些怪怪的事情。这个人肯定修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的。有时候猜的呢对的，但基本上90%-90%绝对是对的。让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应该要注意，比如说学密宗的人也好，学这个显宗的人呢哈，应该说话的时候呢，不能就是说特别过分的伤感情的一些话密宗是如何说是呢？你们净土宗是不好，就是一下子就说一句话。别人一听到这个人的知识水平肯定就很糟糕，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呢，那这个学净土宗是很好，只有净土宗才好，其他的所有的宗派都不好，就一句话就断掉。这样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不管是诸佛菩萨以前的高僧大德们都没有这样讲。当然，你赞叹你自己的宗派这是可以的。你赞叹我就是学净土宗，净土宗是所有的十方诸佛的这个佛陀说法里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般若经。像这个般若经的话呢，以前那个有些历史里面呢也这样讲，释迦牟尼佛这个转法论当中10年呢，就是全部是转的般若空性，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记载。然后我从站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般若经呢，所有的佛法的这个进化也可以这样讲。然后净土宗呢，所有的佛法的进化呢，可以这样讲，就是从赞叹我的这个净土宗的角度来讲，是我绝对是可以这样讲。但是我在赞叹我的同时呢，我就说其他的所有的法呢都不好。就是一下子就是这样断定的话呢，绝对是可能别的一些宗派的人呢，就是听到以后也是心里不舒服。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有些道友们呢，就在这里的话呢，有这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就是你们回去弘扬佛法的时候呢，一方面你们赞叹密宗、赞叹净土宗是我非常随喜，但是你在赞叹的过程当中呢，最好呢。就是比较有一个好的这个语言来，就是一方面你赞叹你的这种佛法也是非常好的，另一方面呢，最好是也不要把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宗派呢全部抛之脑后，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多问题呢就是也会出现的，所以我想我们刚才呢也是确实是念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是相当大的就功德相当大的，所以我们极乐原文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然后呢就是那个我们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呢，我这个宋词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但你们看一下嘛，就是倒是在那个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就是包括拉拉群仁波切后面也是用了很多佛经的这个校正就是用了这基本上是跟这个内容相同的。是这样的，这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的一些这个功德，古闻佛德和当生生称行呢，为生极乐刹蒙尼生蒙尼气圣劫。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和名号以后名号以后呢，应该升起欢喜心
绝对是我们确实多生累劫当中所得到的一个福报啊！今生当中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而且我亲自有念诵的机会，真是我的福报非常好啊！就是应该自己升起欢喜心，而且自己呢应该发愿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也有一个非常猛烈的、非常强烈的这样的这种定界。这样子定界的话呢，当然自己呢临终的时候呢会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何人若能闻极乐世界名，彼佛诸审查不及，无法于。就是如果我们听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这种名号，那么他的这个福报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所有的殊胜刹土当中呢，就是用语言来表述。用语言来这个宣说，不管是佛陀也好，菩萨也好，那么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在所有的世界当中的这个语言也好，所有的世界当中的这种善妙的能权呢，就是无法这个比喻的意思。交通大富裕，智者富更多。唯得生以地，身心为基本事故，闻此意，端出诸怀疑。那么这个听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呢，实际上我们平时呢，通达这个佛的语言呢，就是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变成一个智者的话呢，就是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呢，真的他的福报都已经这个胜过他了。我们就是表面上呢，就背诵很多很多的论点，但是心里充满这个邪见，然后对这个净土宗一直排斥这样有没有好处呢？就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自己呢，就是变成就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有一位这个智者，但是依着我们对这个净土宗就汇报的话呢，就是这也没有这个意义的。所以我们听到了自己一心一意的修持的这个功德呢，远远超过这些功德。所以为了通达，就是得到这个圣义地，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呢，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在座的人呢，真的以后呢，就是对净土宗，我第一个希望呢，凡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法相宗也好，唯识宗也好，或者是这个仙宗、密宗，对所有的宗派呢，释迦牟尼佛亲自传下来的这个法门，就是不应该有这个成见。然后你在怎么说就是在有些这个就观点上呢，当然有建立自己的观点，这个没有什么的但是有些行为上的话呢，就是不用排斥。我那天去一个居士的家里，就是他那个在这边呢，就是拜那东边呢，就是拜这个密宗的佛堂，就是西边呢拜那个仙宗的佛堂然后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害怕那个净土宗和密宗的这个佛像互相打架然后他从这个净宗的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全部是一些汉传的净土宗的这个佛像坦卡就全部是拜的这样。然后这个西方的这边呢，就是全部是拜的这个密宗的坦卡佛像就是也是这样的。但是他呢，就始终是觉得这两个不能合在一起。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呢，就可能有点乱了。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确实是不懂的一种原因。就不懂的一种原因比如说我们那个藏传佛教当中也是不管是这个摩诃仁波切也好，文殊菩萨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宗喀巴大师、萨迦班智达，全部是拜在一个佛堂里都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但是他们呢，就觉得是特别害怕。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学习佛法非常欠缺的原因所致。如果懂得这些各教各派呢，圆融无为，就融会贯通。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些这个成见，也不会有这些执着就不会有这些痛苦。所以以后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大城市里面的人确实现在缺少佛法的这个知识，实践的知识各方面就非常丰富，但是佛教的这个知识的话呢，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就弄得特别麻烦，就是弄得特别害怕，而且觉得是这样做可能不行，那样做可能不行，就是好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呢，他心里都特别干净，就是很平静。然后一学佛以后的话呢，就是可能不行，就是念护法神也不行，不念也不行，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疑惑。这就是我们没有学习佛法。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书学习很多佛法的话呢，不会有这些痛苦。非常希望呢以后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就是传播这个佛法的精神，就这一点很重要的。然后以前还有在外面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居士就是有一定的智慧的这些人这些人的话呢，自己也是应该定时不定时的这种实践当中呢，还是要吸取这个佛教的这个精神养育，就这几点就相当重要。
他这里也是刚才讲了，所以我们为了得到这个圣义谛呢，应该这个信心就是很重要的。真理是圣义呢，也不一定是我们空性圣义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获得这个阿弥陀佛的各种加持功德啊。所以这个圣义的范围呢，非常广的，就是不一定是我们最近呢全部学人什么定界报道人和中观啊，圣义谛是就是远离一切世人的，然后中观应圣派的圣义。你们辅导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还是应该按照一些上师的这个传统来。我就有时候偷听一些人的辅导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呢根本没有讲，然后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不应该在这里讲的呢，就在这里就开始就是添枝加叶的说，就是这样不太好。所以有时候呢，辅导员呢就是基本上，当然你们自己有时候是加上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就是讲一点点公案呢，就这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以前那个你的这个堪摩也好，上师也好，他们怎么样讲呢？基本上是按这个传统来讲，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传承。不然的话呢，我害怕你们明天辅导的时候呢，这就是圣义的这个圣义分一个相是圣义和什么那个正是圣义，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是故往此意端出诸，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经典以后啊，应该就是端出各种各样的怀疑，有所诸法一义缘生，诸业亦乐上，何则法和缘积德如是故。所以这个一切法呢，就是依靠因缘而生的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清净和染污的法，全部是依靠而生的。但是这些因缘呢，就是全部注意在我们的这个性上，万法为性造的。让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发什么样的愿，都会得到这样的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以清净的心，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虽然我们凡夫人，但是我们的发愿力呢，就是一旦会这个成熟的。尤其是文殊根本训里面呢，说自己相续当中具有这个戒律，然后呢，就是以清净的心来发愿的话呢，一定是这个成就的啊，就是成就的。你发什么样的愿呢，就能这个获得怎么样的果。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家人也好，这个出家人也好，相续当中最少也是对这个三宝的这种皈依戒，或者是这个具世无戒，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出家和菩萨戒、密乘戒，那么具有一份这个清净的戒，然后呢发什么样的愿呢，都能这个成就啊，都能成就。所以平时大家这个人生还要能待多长时间很难说的。然后我们这个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呢，就也是应该经常就是念那个就是极乐愿文，一边念一边这样发愿。然后我们平时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每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课呢，就是具足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啊，就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所以每天呢，应该大家这个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一刹那也可以，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都对极乐世界是如实赞叹。然后我也虽然是个凡夫人，但我这样往生是肯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平时呢，自己对自己的心就是要这个调整观心，这个相当重要。这是就发什么样的愿会能这个成就这样的果？即佛说诸善法根本为身心。佛陀呢就是说是一切善法的根本都是自己的这个心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了。因此说生起心性是至关重要，就是对什么样的法呢？就是对生起心性是至关重要。不生起心性的障碍有3种。那么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讲对极乐世界的话呢，你们都这样赞叹，但是我不知道一直是生不起这个信心这对上师也好，对佛法也好，有些人呢可能有这样。当然，这个生不起信心的话呢，可能有2种因缘，就是一个呢前世的这个业力非常深重，一个呢就是暂时的这种自己的这个各种障碍，这个先前就是可能有这2种。但是我们牵除这些心性的障碍呢，就是有这个3种，就是一定要断除这3种这个废量啊。就我们讲一命的时候呢，就是讲废量，不是真量。那么这3种是哪3种呢？为止、谢止、怀疑就是为止、谢止、怀疑，必须要断除这3种障碍。下面我们仁波切一个一个的讲了，所以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呢，就不能生起信心的3种障碍。首先是第一个叫做为止。什么叫做为止呢？从隐敏的法语来讲的话，这叫做是不务实，就是没有了悟的这种意识。因为我们对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没有完全了解的一种意识，就是这叫做是为止。
我们为什么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生不起信心呢？很多人都这个情况不知道。原来不知道佛经里面这么告诉我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如是大，很多都不知道，就是所以这个原因导致的。有些人呢说，现在净土宗的有些法师虽然在整天都是在这个通过一些比如说通过网络啊、电视啊，还有一些VCD 啊以各种方式来宣讲，但是我没有兴趣。其实这样不应该做，不管是哪一位法师，对说法的法师一定要有信心。然后呢，你这个信心是什么样来的呢？以前你对这个不了解，现在呢了知以后，就是才会这个生起信心的。所以第一个是为了知。如果为了知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就不会希求往生必差度。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知道的话呢，那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西方国家这个加拿大的一些这个就是环境的优美啊，就是各方面的条件，我们不知道的话呢，就是想去这个出国到这个加拿大去旅游观光，就根本不会有这种兴趣的。如果别人说，或者是自己已经完全知道这个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是如何我一定要去，或者是到印度啊，或者是到加拿大听说是那个地方非常殊胜，我一定要去，就是马上这个兴趣就是已经产生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呢，应该作为一个学佛大乘这个修行人来讲是要了解。比如列中愚人不知到珍宝的价值，也就不会问尽他的情况，费力寻找。有些愚者的话呢，对珍宝一无所知。珍宝的价值，比如说现在珍宝的话呢，像蓝宝石啊、红宝石啊，还有一些金刚钻石啊，这些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暂时和究竟的利益。不要说是如意宝，如意宝的话，从自古以来就是，当然人们都知道是它的这个利益，一切所有都是依靠如意宝得到的。但我们平时的以前那个上市如意宝去那个。去新加坡的时候呢，当时上市就是基本上都就是去了所有的这些这个卖宝珠的就是店里面，就是为什么呢？当时寻找一个红宝石，因为红宝石呢，就是上师如意宝一方面就是当时绣那个怀疑自在的一个绣法，还有呢就是红宝石如果再戴在身上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心活的这个自在调伏烦恼，然后那个修成这个红本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功德。还有呢就是蓝宝石、金刚钻石等等，有很多就是制止一些这个外面的毒等等，有很多的这些功德。但是我们一般愚者对这个佛法也不懂，对世间法也什么不懂的，红宝石就是一个红色的念珠这就是可能是这个5元钱、6元钱。其实这个红宝石和金刚钻石是特别贵，就是价值特别贵。但是一般的人呢，他就根本不知道，有些是对珍宝价值一无所知的人，就根本不了解。同样的道理，就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也是对这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庄严呢，如果有所了解的话呢，这些人会好好念佛的，会好好的这个修净土法门的。但是这一点特别就是不精通的话呢，就可能我想说我们今天的山沟里面的这些话呢，以后在那个有些净土宗的法师呢，也许可能起一点点作用。他们想，密宗呢不是那么坏，还是开玩笑。为此。我们藏传佛教，别人说是密宗的话，这是肯定不对的。我们学显宗、学密宗，所有的这个宗派都学，就是所以，仅仅是去密宗的话呢，就是学显光庄论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以过的，以印的密呢，就是去为过，就是可能会这样的，不然，光说这个藏传佛教全部是看成密宗的话，这是一个大的误解。为此，速先应当听闻，或者遵照无垢经教中所赞叹极乐世界的一切功德，并宣为人宣说。所以呢，我们速先一定要多听就我希望你们呢，以后也是不要认为我是学密宗的，所有的这些净土宗的法师们所讲的什么这个路易娜以前的是什么上师的是这样了，但是他讲的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我就不听。其实你不听的话呢，你在这一个时间当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
就是没有做的话，不如我觉得是听了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法事，我自己呢，觉得是真的有些，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就是我去年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居士，他就经常看一些法师的这个录像带，后来的话呢，就是他的心的相续转变的非常多。其他有些人的话呢，自己觉得自己很傲慢，自己学什么密宗啊，但从来不听的话呢，他的相续没有什么这个改变，所以经常呢就是听一些上师们的这个教言，然后自己呢就是看一些佛陀的这个净土宗的无量寿经呐、净土经呐，还有很多很多的弥陀经呐等等，就是这些这个经宗呢，经常的这个看，就经常看了以后呢，就是知道自己的功德是如是的，然后自己懂得这个法以后的话，就可以给别人讲，哪怕是短暂的时间当中的话呢，给别人也应该讲。你看适合这个哪一个般若空心的话呢，就是你就讲一讲心经啊，然后那个就如果是适合一些什么。我们学院里面就是出去的很多人呢，就是记了原文讲的比较多一点，净土教研呢讲的多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很好，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法没有什么差别。只要别人呢懂得真正的法义的话呢，我们觉得是藏传也可以，汉传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有些这个藏传佛教的人啊，这是汉传佛教，我们没有什么接受的，其实不应该这样的。汉地的饭就是什么大米我们不能吃啊，就是这样说了也不太好。然后那个有些汉传佛教的有些寺院啊，这是学的是藏传佛教，我们就不用啊。那么就是这是藏传的这个食物，我们不能吃啊。就是我觉得是没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呢，就只要是有价值，只要是对我们这个身心调节上面有一定的力量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接受。让你自己的宗派不舍弃的基础上呢，大家应该互相了解学习的话呢，确实有些这个心胸比较宽阔的一些法师的话呢，他自己的这个宗派的基础上呢，学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宗派的这个教研，然后他在弘法尼僧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方便。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比较出名的这些上师们的话呢，实际上汉传佛教当中也相当一部分呢，虽然就是表面上不敢说是这是藏传佛教，但实际上呢，也采用了很多藏传佛教的弘法尼僧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们呢，也是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的弘法佛法的一些这个方便法，就这样呢，我觉得是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对众生也是有利的。不然呢就是上师之间也是有一些各种争论，弟子之间也是经常有一些内战。那这样就是这个佛教的，我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生存的这个空间就是越来越缩小，就是有这个趋势，有这个危险性。就佛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弥勒若闻了者，如来因供正等觉阿弥陀佛名号，则彼等众生获得一切善妙。我们如果听到了这个佛陀阿弥陀佛的名号呢，那就这个众生是确实得到了一切的这个善妙的功德。任何众生甚至对三世阿弥陀佛生起一次的信心，对此法门生起坚定不移的诚心，将不会对你法生信结。如果我们对大乘佛法，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也好，对这个净土宗的法门呢，就是生起信心的话，从此之后，这个人呢，对一些世间法呢，就是不会这个生起信心的。我们真的这个信的相续当中，对阿弥陀佛有一定的这种信心的话呢，从此以后对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世间法呢，就是也不会有信心的。包括我们这个出世间当中的一些声闻缘觉啊，就是为了为自己的利益而获得成就，或者寻找成就的这些法门的话呢，也不会有这个信心的。所以呢，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弘扬净土宗的这些法师们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上也好，或者是从他们的言语上呢，也始终都可以看出来，就是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个利益众生的法是，当然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是最深的、最至高无上的。这是那个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对弥勒菩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言教。然后呢，弥勒如因圣解，如因知次疑，就是弥勒菩萨他就告诉弥勒菩萨，你应该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你应该对这个道理呢，就是有这个生起信心。
诸天、摩天、梵天、比丘、婆罗门等一切世间也应书册、读诵、精通此法门。世界上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天人也好，魔众也好，还有这个梵天啊、比丘啊、萨门啊、世间的优婆塞等这个所有的这些信众都应该书册念诵。还要精通这个法门，并以为他众广泛宣说，也应欢喜修责，就是对他众呢也应该广泛的宣说，然后自己呢就是光是自己也经常那个听到过，然后念一点，但是从来不修持不行的。就是一定要修持，所以我们对念佛法门呢，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念佛法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学有关净土宗的一些知识，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现在汉地有一个问题呢，好像觉得是所谓的净土宗呢，只是老年人的一种修法，所有的这个年轻人呢，就觉得是净土宗好像没有什么学度，就是到了哪一个寺院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50、60岁的人以上呢，就是念佛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们的话呢，所有的净土宗也是只是念一念而已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科学的有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这种趋势一定要改。这个年轻人呢，我觉得应该一方面要念佛，一方面呢就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关这个修法要掌握，然后呢对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应该学习，就是这个觉得很重要。然后自己通达以后的话呢，观弘这个净土的法门就观弘净土的法门。乃至三协、经、函、义和当数册，并对此作本思想。就是自己删写经典以后呢，现在都是一般来讲，删写经典的人比较少，因为现在这个科学仪器什么这个复印机啊，这个打印机啊，就是有通过印法本的就方法就比较多了。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你这个净土宗的这些法本呢，就是当做自己的，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是做佛像，就是平时呢，就是在这个这个经典面前，这个磕头发愿做那个一些这个祈致功就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祈致功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华严经的精神就华严经的精神，所以汉传佛教里面以前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这个祈致功，但实际祈致功呢，要学习华严宗的时候呢，一定要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要。何人若想寻属将无量众生安置于不退转真等觉菩提果位，遇见30处有怀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并希望完全速成极乐世界殊胜圆满庄严的功德，则为了闻此法，应当跨越遍布火焰的3000大千世界而听闻。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些人在很快的当中是无量的众生安置于佛国就安置于如来真等觉果位，就是这是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想见到这个阿弥陀佛，想见到阿弥陀佛。第三个呢，就是说自己想获得这个极乐世界的各种庄严的功德，或者是自己呢完全让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些人呢，像就是所有的众生呢也是什么安置这个佛的果位，然后自己呢就是早一点见到阿弥陀佛，自己呢早一点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任何一个人具有这3种愿望的话就是具有，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应该说是这3个愿望是谁都会有的。度众生就是想不想呢？我想是肯定很多人的是，只不过是现在凡夫人没有力量，不然的话，学大乘佛法的话，一定要度众生，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然后呢，要度众生的话呢，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个见到阿弥陀佛呢，光是我依靠凡夫的这种力量呢，就是确实是自己的根本没办法，就是度众生就是没办法度众生。所以呢，我一定要见到这个阿弥陀佛，就是，然后要见到阿弥陀佛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有关这个经典当中都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个先到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获得一切功德以后的话呢，才可以幻化出或者是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化身，就是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3个愿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也好这个所有的这些凡是学习大乘佛法的话呢，应该有这3个愿望。如果你有这3个愿望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听说这个法门，书持这个法门，书持这个净土宗。为了这个获得净土宗的法门呢，就是
哪怕是跨越这个3000大千世界全部编满火糠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值得跨越。就是有些人认为是我这几天呢来到这个学院呢，上师也是什么看我也没有讲什么这个问解脱。前一段时间的是有一批居士有这么样，我来的目的呢就是我以前这个钱很不容易挣，然后这个现在钱的基本上的花光了，还没有给我们讲6种印的法门呢，这个人真是坏，这。就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怨气，就是这个怨气呢，就是撒在这个坛城的一些旁边呢，就是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但我想呢，真的是你不管是花多少钱，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没有这个货感，就是只不过是有点就是槟榔而已。这样呢也值得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听书。然后不管在汉地也好，在哪里也好，哪里有一些听闻这个净土宗的法门的话呢，应该不顾一切的。就是一定要到哪里去？就是你看佛经当中也讲的非常微妙，就是获得这样的法门呢，应该就是遍满火焰的这种3000大千世界呢，也可以去听闻。听书之后，当从内心深处升起欢喜心，就是听完了以后的话呢，应该这样想：我一辈子当中没有听到什么其他的法，但是呢，我听到一个弥陀经，我听到一个净土教言，我听到一个极乐圆满我的一生当中是真的很圆满了就去年我们这里这个一些经宗班的话，那就是都已经讲了一些净土教言呢，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极乐圆满大说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听完了以后觉得还可以，已经写完了，好像心里面一点感觉的是没有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功德呢，还没有升起决定的境界，是这个原因的。如果我们对佛法真的有一种坚信不疑的话呢，哪怕是在这里听3个月的课，一辈子当中再没有什么其他得到的话呢，也值得心满意足真的是这样的。但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是该值得赞叹的呢不赞叹，该值得就是觉得难得的东西呢，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不该就是觉得好像我今天到了这里以后，我得到了1万块钱的，今天真的我好有这个福气我好有福报你看，就是平白无故的，我今天的是得了那么多钱这就是人民币就是眼睛的是真的是大大的。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得到了一些真正的佛陀的一些精髓的教言的时候呢，好像置若罔闻，就无所谓的。反正今天听了又要去辅导要好麻烦也应当为获得精通数字善学修此法而发牟尼精进心。所以呢，我们真的在难得的人生当中呢，依靠上师的价值，就是遇到这些法呢，就是对这些法门应该就是值得精通，值得熟知，还这个善学修此这法门而精进，就是一定要精进不精进不行。刚才来一个枝条，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些女众道友的话呢，说是早上4点半的要出来这个背书，就是到经堂里面去背书，所以路灯呢，就是可不可以提前半小时？就是我觉得是这些人真的非常了不起。早上4点钟的话呢，4点半就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可能大概是4点20分都已经这个起床了，就是应该起床，不然的话那可能不行的。那这样到那个经堂的时候是5点钟准时背诵这样的。我们这个有些道友的话呢，可能8点钟的时候还眼睛都睁不开，就觉得是还想睡觉。所以人与人确实是不同的，这个萨迦格言当中也是有的，就是人与人也不同，就很多这个马匹与马匹之间也是不同的，然后树木与树木也是不同的，就是很多这个有价值和无价值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些人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就是虽然我就是讲着是非常这个可怜，但是呢也许我们这个说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对他们的相续当中就在未来就是也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甚至在牛来这样的短暂的时间里，也应当为他宣说就是甚至非常短暂的时间，就是记一头这个母牛的这个奶的话，那就是可能就不需要这个很长时间就不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秒钟几秒钟可能不行，就是几分钟吧，就是但这个有差别，就是像我们听说是那个新疆和蒙古的这个很多人呢也记牛奶就是特别擅长，就是特别善巧，就是这样讲的。藏族的话呢，藏族一般是有些姑娘呢，就是通过挤牛奶或者是打那个酥油茶，就是就这方面来，看他这个人是有没有智慧的。所以好多藏族的姑娘的话呢，就是一边念什么那个极乐言文，有些是一边开始挤牛奶，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有这样的，好像我看见他们的动作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藏地呢，一般传统是这个男人就是不让祭牛来，如果祭牛来的话呢，说明他的那个妻子已经这个旺盛了，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不知道新疆和蒙古哪里是不一样的，所以出家人不要说，一般的男人的话呢，就是从来看不见，就是祭牛来。如果见到以后的话呢，就是别人都会笑的，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别人呢，就是能看得到，就是藏地女人呢，就祭牛来。那么这个的话呢，我刚才讲了，就是那个特别快，就是有些呢，就是可能是这个1分钟左右。那么我们在大概利用1分钟的时间，就是祭牛来的这个时间呢，给别人就是讲一点，你多学一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很。就是你好好的念佛，就是念佛的功德很大。你现在学密宗，如果实在是没办法的话，那你好好的念佛，就是这样呢。给他讲的话呢，虽然是短暂的时间，但也许你的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当中起到作用的。有时候有些修行人的话呢，一个上师一个道友的一句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当中的转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大家这个不管是你坐火车也好，就是坐那个什么样的也好，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旁边的有一些。有因缘，那天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呢，就是旁边有一个人，就是然后他也觉得是对佛法有点有眼一样，然后我说我明天去那个放生那个就是你也这个去不去？就是他当时是答应了，然后回去以后一直打电话，就是就不信，就是一直没有通电话后来呢就因缘就错过了，就放生的因缘就错过了。所以有时候呢人怎么样的话呢，也可能就没办法的。所以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后不管是这个坐车也好，就是或者是这个坐飞机也好，就反正旁边有人的时候呢。就不管起不起作用吧。有些人对佛教非常排斥，有些人是可能有一点这个因缘，就是有些人先觉得有点这个奇怪，就是好像顺便试探你，然后我们就是从时间法就各方面来，就去他的爱好，就是这个人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一些什么飞机的话呢，我讲飞机的功德；然后这个人是喜欢讲一些火车的话，那就是我讲火车的功德。这样以后呢，慢慢就是他的这个爱好跟我呢，就是稍微有一个共同点，然后我开始给他就是讲一点佛法。如果其他的佛法实在是没办法讲的，我给他可以讲，你寺院里面去烧个香啊，就是好好的念一点阿弥陀佛，对你的功德很大。你那个嘴巴怎么样呢？或者是阿弥陀佛，你给我念一下看怎么样？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说的话呢，也其实你。比如说我从色达到这个马尔康，就是路途当中呢，我跟一个人就是坐班车的话呢，如果我让他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话呢，我觉得是我到哪里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已经完成了。确实有时候是佛教的这种利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何时何地都有。利益众生的心，利益众生呢，不一定是这个人真的马上变成宏生了，马上变成成就了，不一定那么高的要求，一定要有一些很小的一些，哪怕是对他就是门峰仁波切的有些教言里面也这样讲的吧，就是有些是因缘成熟的人呢，就是获得解脱；因缘还没有成熟的人呢，在他的相续当中，就是种下一个善根，就是这一点也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所以呢，我们这么多的人呢，以后就是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身边的人呢，就不断的努力的话呢，肯定很多人学佛法的，就是肯定很多人的相续当中呢，升起正知正见的。这一点是我也非常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记住。上师就是摄受我们就是建立这样的这个学院，摄受了这么多的弟子的话呢，我想应该是这个利益众生，就是并不是想自己发财并不是想自己就是享受快乐，就这一点我想是肯定不是。下面就是讲这个也应该为他人宣说，就是刚才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也应该为他人宣说。越过布满火焰的3000大千劫，也不应生起一后悔心。如果我们为了这个听说一些净土法门的话呢，那即使你这个越过遍满火焰的3000大千世界的话呢，你不应该后悔。你看，如果你越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遍满火焰的话呢，那你肯定这个身体都全部就是焚烧，这个会有这种
种痛苦，但是不应该升起后悔。所以我们为了听说净土教言呢，这样的话呢，你来到藏地也好，花了多少钱也好，或者是汉地的话呢，就为了听说这个净土方面的一些法门呢，就是这个搭出租车也好，或者是这个花了多少钱，然后自己怎么样辛苦，怎么样痛苦，这么样的话呢，实际上不应该升起后悔心。我们应该所得到的有一定的功德，就这一点，升起欢喜心。何以故呢？弥勒就是这些都是佛经里面的。如是众多句子，哪有他菩萨众以皆因曾听闻此光妙法，就是以前这个无数无边的这些菩萨，哪有他的话呢？他们也是听过这个净土法门的，而获得了无上真实圆满正等觉，不退菩提果，就是这个真实圆满正等觉。所以他们的话呢，也是通过这个净土法门而获得了这个成就的。无数的这些菩萨呢，也是依靠这个而获得解脱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对这个净土法门升起信心。好，今天讲到这里吧。Sonam dei tamse thogaya thone i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a dra sha Bandangara Badna Asadar Bandangara Badna Sada Bandangara Badna Sada